90天后，是男是女出来走走，有没有敢和火力军拼一拼的？俄军坦克包围美国大使馆，乌克兰空袭俄罗斯5地，俄448导弹旅基地遭受重创。乌克兰花150亿美元向美购买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改革完成，2个新军团成立。热别茨河阻击战升级，俄升级10人小队作战。英国交付第2笔援乌资金。立陶宛拨款1000万欧元支持乌克兰军工业。欧盟讨论3种方法绕过匈牙利，继续制裁俄罗斯。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在美俄关系升温，2国即将恢复大使馆工作之际，俄军居然用坦克包围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俄频道流出的画面显示，俄军坦克排成纵队围绕美国大使馆转圈，边上则聚集着大量俄媒拍照播报。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相关消息有待证实。若此消息属实，俄罗斯这一行为就耐人寻味了。自2月18日美俄同意恢复2国使馆工作人员的配置后，就一直相安无事。现在俄罗斯在美俄即将恢复互通大使之际，做出包围美国大使馆的举动，明显是在向美国施压。因为前不久美国刚同意将前总统拜登制定的对俄制裁政策延长1年的时间。与此同时，苏美的救援正在持续，但乌军已经开始了对俄罗斯的对等打击，尤其是俄弹道导弹发射地遭到了重点关照。综合图片报和战争研究所的报道，15日夜间，乌军无人机蜂群突袭了莫斯科，并与俄防空系统展开了彻夜交火。截至16日早上，据不完全统计，莫斯科地区至少已有7处电力设施遭到破坏。紧接着，别尔格罗德也遭受乌军的猛烈空袭，该州一个炼油厂在袭击中被点燃，现场视频显示，该炼油厂发生了连环爆炸，喷射的火焰甚至超过了80米，大火一直持续到天亮都没有完全被扑灭。除此之外，波罗涅日和罗斯托夫也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加上科瓦连科15日早上说的，乌军打击了库尔斯克一处俄军弹药库，据传是袭击苏梅的俄军第448导弹旅基地，等于俄罗斯的5大地区都遭遇了袭击。据战争研究所的报告称，昨晚共有115架乌军无人机突破了俄军防空网，这也是乌军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行动中，乌军首次使用了升级版的安2无人机，其航程已提升至800公里，并使用蜂群和浪涌的混合战术，每22分钟就打击一次。乌军此举是在测试莫斯科防空网的反应时间，为之后可能的导弹和战机空袭做准备。其次，乌军重点打击库尔斯克和比尔格罗德2地，是想破坏俄军西部的后勤枢纽。下一步的行动目标应该包括当地的铁路交通线，如乌克兰空军已经连续1周对2州边境地区发动密集的空袭，特别是升级后的米格29战机常常搭载援助的导弹，定点清除俄军的关键目标。在昨日战斗中，乌克兰空军再次打掉了俄军的哨所和无人机控制点，具体的地理位置和战损情况有待后续披露。但哨兵卫星观察到，俄军在遭到打击后，已开始将后勤节点撤往更深处的腹地。地面战斗中，乌军击退了俄军18次小规模进攻，其中乌军第82空突旅在奎耶沃村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3辆装甲运兵车和2辆高尔夫球车。乌军第413突袭营和第78空降突击团则分别摧毁了1套山毛榉防空系统。而俄军除了发动地面进攻外，昨日共向该地区投掷了58枚滑翔炸弹，但在乌军电子干扰下，大多数炸弹并未命中目标。据悉，如今俄军滑翔炸弹的命中率已下降到了6%。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苏美惨剧的再次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60分钟专访时表示，鉴于爱国者导弹难以取代，基辅准备花150亿美元向美国申请购买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据悉，泽连斯基提出了多种方案，包括直接购买、租赁以及授权生产等，只希望以最快速度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同时，泽连斯基还提到，有好几个欧洲盟友表示愿意帮忙，只要美国同意继续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不管是转让还是购买，他们都愿意提供资金协助。与此同时，为了更好、更有效行动，乌克兰计划组建的18个军团目前已经完成了2个。2025年2月，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启动向军团制结构改革，整体计划是组建18个军团，其中陆军13个，空降突击队2个，海军陆战队1个，国民警卫队2个。
如今，乌克兰国民警卫队4月15日宣布，已完成2个新军团的组建。据悉，乌克兰这18个军团大多数由5个旅组成，其中1个军团由7个旅组成，而国民警卫队这2个旅也不例外。其麾下的第1亚速军4月15日表示，国民警卫队的第1个新团将由4个现有旅和1个新旅组成，即第1总统机动旅风暴、第12特种旅亚速、第14机动旅红雪松、第15机动旅卡拉达格，以及新组建的第20机动旅柳巴特。而第2个新军团乌克兰则尚未公布细节。至于新军团的指挥官，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司令亚历山大·皮夫年科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采访时透露称，2个新军团分别将由第12特种旅亚速指挥官上校普洛科彭科和第13机动旅宪章指挥官上校奥伯伦斯基担任军团长。乌总参谋长安德烈·赫纳托夫少将4月15日表示，他们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皮夫年科表示，乌克兰国家警卫队组建的2个新军团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改革的一部分。该改革的内容都是从临时的军队指挥机构到作战战术集团和战术小组，再过渡到军团体系。按照其说法，为了更高效地完成作战任务，军团指挥官是需要直接领导其所属部队的，因此军团长和各旅指挥官需要知根知底，同时让指挥官们熟悉掌握自己部队的情况、特点、现有兵力与资源等。皮夫年科指出，这项改革吸取了俄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尤其考虑到快速机动作战、对敌打击的抗压能力，以及控制大片区域、实施反击的能力。称改革后的军团体系将大大提升乌军内部的沟通效率，让乌军整体变得更灵活、更有战斗力。截至目前，乌克兰军团改革得到了希尔斯基总司令和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的大力支持，并批准了所有改革流程。不过，考虑到俄乌战场仍处于激烈战斗阶段，改革进程不会太快。战场前线战斗陷入胶着。哈尔科夫方向，霍尔蒂察集团军4月15日统计称，乌军在过去3天时间里，在沃夫昌斯克附近共摧毁了3辆装甲车、1辆步兵战车和一套 TOS-1A 温压火炮系统。同时，霍尔蒂察集团军报告说，俄军加大了对索特尼奇基科扎乔克国际边境地区的进攻，试图将灰色地带变成自己的战术阵地。莱曼方向的热别茨河阻击战仍在继续，乌军第3突击旅继续打击着俄军第144摩步师的桥头堡。战争研究所援引该方向作战的乌军旅发言人称，俄军正在将库皮扬斯克部队重新部署到莱曼地区，原先负责进攻的2到3人俄军小队也因此一跃升级成10人步兵突击小队。托列茨克方向，其北部战斗继续升温。4月15日，乌军再度在西北部略微推进，目前乌军在该战场兵力充足，有8个战斗旅、1个117预备队旅、9个营级战斗群，以及欧米加和第10特种作战师的萨满营特种部队作战，兵力配置合理，俄军一时半会儿突破不了乌军防线。相反，若是有机会，乌军说不定能推进到顿巴斯格罗夫卡城下。而该方向的俄军正在沿着泽勒讷波尔和瓦伦蒂诺卡之间的前线推进，并已向苏卡巴尔卡推进1公里。红军村方向，对比4月14日和15日发布的战役地图，就会发现，乌军在昨日战斗中加大了达琴斯克西部和皮萨内东部工业区的进攻。战争研究所消息称，乌军趁俄军虚弱，奇袭了舍普琴科的俄军，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此前，乌军第155基辅安纳旅和第425安卡拉营刚在这里击溃了俄军第74旅。如今，乌军不断扩大突破口，已将俄军防线撕开了10公里长的口子。辛帕夫利夫卡方向，乌克兰将军纳耶夫表示，在他连续2个月的指挥下，其成功减少了20%的人员损失，并重新控制了纳夫基夫卡定居点，并在2个关键方向上增强了战术地位。大诺沃希尔卡方向，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旅和第31旅等部在维尔内波列和舍普琴科一带击退了俄军，由至少20辆装甲车和41辆摩托车组成的加强连级机械化攻击。俄军声势浩大的机械化攻势只换来在开阔田野中推进大约800米。这场战斗持续近5个小时，乌军共摧毁俄军14辆步兵战车和2辆坦克，摩托车损失则不计其数。很明显，俄军加强了前线的攻击频率，未来一段时间，乌军还将面临一定的压力。到了南部战区扎波罗尔州方向，乌克兰南部国防军发言人沃洛申上校4月15日表示，俄军继续在斯捷波维、谢尔巴基、新安德里伊夫卡轴线上进行小步兵群形式的进攻。同时，他警告说，俄军正试图建立电子战走廊来压制乌军无人机，
从而帮助俄军步兵快速抵达乌军阵地。在乌总参谋部公布的昨日战果中，俄军新增伤亡1180人，被摧毁7辆坦克、24辆装甲车以及68门火炮。战场之外，欧洲行动频频助乌抗俄。据《金融时报》披露，英国已向乌克兰支付了第二笔7.52亿英镑的资金。据悉，这笔资金来自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22.6亿英镑融资协议，也是 G7 集团承诺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持的500亿美元国际贷款计划的一部分，专门为乌克兰采购包括防空系统在内的重要军事装备。德国方面4月15日有媒体报道称，如果德国新政府能于5月6日按时产生，即将上任的总理梅尔茨就计划立即前往乌克兰，目标是参加5月9日的自愿联盟会议。另外 ，X 平台传出消息称，立陶宛已决定拨款1000万欧元，用于生产乌克兰本土开发的远程武器，其未来还将追加第二笔同额资金，持续支持乌克兰的军事防御工业。截止目前，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分析，欧洲对基辅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了1570亿美元，比美国多出260亿。而在军援方面，美国的740亿美元也仅仅比欧元多出11亿。面对欧洲崛起以及隐隐对俄罗斯的威胁，塔斯社援引俄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的话报道称，北约若是与俄白联盟发动战争，先倒霉的一定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我们现在无法验证俄罗斯是否是在说大话，但其小弟匈牙利即将失去在欧盟的权利。匈牙利的亲俄立场一直是欧洲内部的一根刺，近期更是威胁要否决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资格，拒绝其加入欧盟训练任务，并誓言要阻止对基辅的援助，以及将反对制裁俄罗斯的核部门，并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为此，自由欧洲电台4月15日报道称，欧盟法律专家正在准备一项计划，以绕过匈牙利否决6月份延长对俄制裁的决议，来实现对俄罗斯的制裁。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明白欧盟的制裁是如何生效的。欧盟的制裁要想生效，需要通过2份文件，一份决定和一份条例。虽然条例文件规定必须每6个月就要由所有27个成员国进行一次延期，但决定文件则可一直有效，直到有资格且多数票将其废除为止。于是比利时就提议，在不正式延期的情况下，让制裁继续生效，从而绕过匈牙利的否决权。当然，这种方法并非唯一的选择，另一个正在考虑的选项是利用欧盟对俄罗斯的第17轮制裁，与匈牙利进行利益交换，以换取其同意延期。此外，欧盟还可能选择让制裁失效，但转而提高对俄罗斯的关税，而且这一决定无需全体一致通过，欧盟各国可自行决定在本国实施类似的制裁。截至目前，作为对俄制裁的一部分，欧盟已限制了约2500名个人和实体，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等措施，分别在3月和9月进行审查，而进口禁令等制裁措施则在1月和7月进行续期。期间，尽管匈牙利威胁否决，但欧盟还是在3月成功谈判，达成了制裁延期。如今再次到了延期时刻，这一次霍利军相信匈牙利也必将否决失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通过4月6日的卫星图像，朝鲜疑似正在建造其史上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军舰。卫星图像显示，该舰正在朝鲜西岸首都平壤西南约60公里的南浦海军造船厂内建造。相关专家在观察后称，目前该军舰正处于加装武器与内部系统阶段，推测可能是一艘配备垂直发射系统的导弹巡防舰，其规模将远超朝鲜现役海军舰队中的任何军舰。朝鲜近些年来军事动作频频，如加速推动军事现代化，开发新式武器，并测试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等。退休的韩国海军将领金德基表示，俄罗斯或许正协助朝鲜开发这艘巡防舰所需的导弹系统。朝鲜官媒朝鲜中央电视台在去年底播报劳动党年终会议时，也曾曝光该舰画面，显示金正恩亲自视察进度，并透露军舰配备垂直发射单元与相位阵列雷达，其追踪与锁定目标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只不过该舰的性能和战力，火力军表示怀疑。现代军舰想要发挥全部战力，还需要整合通讯、电子与感测技术的，而朝鲜在这方面并不突出。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金炳基也质疑平壤是否具备足够资源与技术维持如此先进的大型舰艇。当然，若朝鲜成功将该军舰列装，并成功搭载今年1月试射的高超音速导弹，
那朝鲜的区域安全将得到极大保障。相对的，韩国、日本等受到的威胁也将大幅提升。目前该军舰上层结构与武器系统尚未完工，距离海试恐怕还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将以削减成本为由，从波兰的一个军事基地撤军。波兰国防部长克西尼亚克·卡梅什8日对媒体宣布，美国将从位于波兰东南部的热舒夫亚西翁卡物流枢纽撤离，重新部署到波兰其他地区。波兰政界人士8日表示，美军此举并不意味着北约东地的力量减弱，但此举发布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向俄罗斯示好，并威胁欧洲盟友撤回美国长期以来的安全保障。美国陆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将军表示，从亚西翁卡的美军基地撤退将每年为美国纳税人节省数千万美元。热舒夫亚西翁卡物流枢纽自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向乌克兰运输军事装备及疏散伤员的主要基地。美国陆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将军表示，从该基地撤军的决策将显著降低运维成本。尽管如此，波兰政界人士强调，此举并不代表北约东翼整体作战能力的削弱。美国军方已明确表示，通过该基地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工作将由波兰和北约接管，并确保这一关键设施周边防护基础设施得到充分维护。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德国在热舒夫及亚西翁卡周边已部署了2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部分接管了防空任务。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此前曾坚称，美国将继续甚至增加其在中东欧的军事存在，但周二他试图淡化这一声明的重要性，称华盛顿已经提前告知了他这一决定。今年2月，杜达在美国与特朗普短暂会面后表示，应当假设美国在波兰的存在会得到加强。而波兰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周二在 X 上写道，亚西翁卡任务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坚称美军撤离亚西翁卡是在去年北约峰会上达成的一致意见。美军最终将把亚西翁卡移交给主要由挪威、德国、英国和波兰组成的部队。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专注于其他冲突地区，并要求欧洲各国承担更多的安全成本。不过对于波兰来说，特朗普的要求有点不太现实。目前波兰拥有北约中最高的国防预算，今年其军事支出相当于其 GDP 的 4.7%， 在主要国家中仅次于以色列。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波兰发表讲话时指出，欧洲不能假设美国的军事存在会永远持续下去。美国媒体 NBC 新闻曾援引美防部高级官员的说法，称美军正在考虑从东欧撤出多达1万名士兵，但美军发言人随后否认了这一报道。与此同时，美军近期在波兰新建的设施比亚西翁卡基地更为坚固，显示出波美双方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投资依然保持稳固。此外，去年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雷兹科沃基地已投入使用，以应对俄罗斯中程导弹的威胁。总体来看，此次美军从热舒夫亚西翁卡基地的撤军，是美国在欧洲战略调整和成本控制背景下的一项重要举措，但在短期内并不意味着北约东翼防务力量的整体削弱。波兰和北约将继续接管并强化该区域的军事部署，确保地区安全防护能力不受影响。更值得我们关心的其实是另一个话题，美国一旦决心离开欧洲，再想恢复对欧洲的影响力，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4月7日，欧盟最高制裁官员戴维·奥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尚未与美国就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同时美国也尚未与俄罗斯接触讨论放松制裁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排除了放松对俄罗斯制裁的可能性，除非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此外，在美国考虑放松对俄制裁之际，欧盟已开始讨论可能的第17项制裁措施，并明确表示现在讨论放松制裁措施还为时过早。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乌军的报复打击已经开始，大家认为还有哪些地方会成为乌军重点关注目标？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